有好多生意或者金融上最成功嘅人係嚟自賓州大學嘅華頓商學院，包括全世界最有錢嘅 Elon Musk、全世界最出名嘅投資者 Warren Buffett、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同埋阿朱。Wharton 嘅教育有咩咁特別，令到咁多佢嘅學生成功？我今日就用13分鐘 summarize 喺嗰度，我用咗4年學最重要嘅嘢，同埋佢值唔值佢200萬嘅學費呢？睇到尾你就會知。如果你第一次嚟呢個頻道，阿朱係喺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嘅專業投資者。喺呢個 channel 我就會分享對市場同埋投資嘅睇法，同埋用我嘅經驗我嚟分享一啲書本學唔到嘅嘢。如果你對揾錢有興趣嘅話，就訂閱我個頻道啦。首先解釋咩係華頓商學院 Wharton， 佢係賓州大學嘅 Business School， 而賓州或者好聽啲 UPenn 係美國8間 Ivy League 裏面其中一間，其餘嗰幾間包括 Harvard、Yale 同埋 Princeton。咁點解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咁出名呢？因為排名高。根據 Financial Times 同埋 US News， 佢嘅 MBA 同埋 Undergrad 嘅 Business Program 排名最高。佢嘅課程有咩咁特別，令到佢排第一呢？我同大家分享嗰4年我讀咗咩。呢度就係嗰4年我讀咗嘅科目，每年上大概10堂。咁喺呢4年裏面，我最中意嘅課程包括古代希臘歷史，裏面就學咗人類嘅文明歷史啦，同埋啲希臘神話。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同埋個教授好識講故事。除咗呢科歷史之外，我仲讀咗中國同埋第2次世界大戰嘅歷史。我覺得讀 history 幾好，因為人類犯嘅錯成日重複，而喺金融市場，我哋嘅錯誤都成日 repeat。咁關於呢個題目，我會介紹呢本書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佢就係一本金融危機嘅歷史書，詳細咁記錄由100幾年至到2008年嘅股災。點解喺2017年嗰時，我 time 到加密貨幣泡沫個頂，唔多唔少係呢本書嘅幫助。喺 UPenn 我第2中意嘅課程就係 Legal Studies 法律研究。咁我覺得有時法律啲 case 都幾得意，同埋學咗之後你會明白多啲社會同埋商業上嘅遊戲規則，變咗就算冇打算做律師，知道呢啲規則，知道你嘅權利，都會幫到你防守。所以我翻香港做嘢之後，再去 Hong Kong U Space 讀咗一個法律嘅課程，學香港嘅基本法。跟住第3中意嘅呢，就係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一個哲學嘅入門課。諗下啲問題，好似究竟我哋係咪真係有自由意志，同埋諗下人生嘅意思嘅意思。咁呢度就係3個我最中意嘅課程，但係對做生意或者金融最有用嘅呢，先至係今日條片我想 summarize 嗰啲。呢度就包括經濟學 Micro 同埋 Macro 嘅 Economics。喺 Microeconomics 最重要學到嘅係一個理性消費者嘅目標係 maximize 佢嘅滿足，而公司嘅目標呢，就係 maximize 佢嘅利潤。咁兩者就造成市場嘅供應同需求，然後從呢個供應需求就判斷啲嘢嘅價錢。呢啲嘢可以係麵包嘅價錢、樓價或者股票嘅價錢。喺宏觀經濟學就學啲宏觀嘅嘢，例如乜嘢係通脹，點解有通脹，佢同勞工市場嘅關係，同埋啲政府同埋中央銀行點用政府政策，例如最近中國嘅救市方案，同埋貨幣政策，好似減息或者印錢，我哋指導個經濟。跟住會計學 accounting， 呢個係一個好基礎嘅 skillset。好似如果你想做畫家嘅話，首先要學識點樣揸支筆。咁會計學嘅嘢呢，對做生意同埋金融係非常之有用。例如你要識睇財務表，好似 income statement、balance sheet 同埋 statement of cash flow。咁從呢度你可以分析間公司健唔健康，佢嘅運作效率高唔高，同埋會唔會有流動性嘅問題。咁呢啲嘢你做生意嘅話一定要明白。如果你做投資要判斷一隻股票嘅價值嘅話，亦都要學識。跟住就係統計 statistics。比起一啲硬啲嘅數學課程，例如 algebra 或者 calculus， 統計學對做生意同埋金融嚟講重要好多。因為你點樣令盤生意好啲係要靠數據，而你點樣用數據嚟做一個 informed 嘅決定呢？呢度就係靠統計嘅分析。咁喺呢個課程，我哋就要學點樣分析 data 數據嘅限制啦，例如 correlation 同埋 causation 嘅分別。兩樣嘢有關係，唔等於佢有因果。例如統計上你會見到，如果越多人食雪糕嘅話，嗰個月就會越多人俾鯊魚咬。咁係咪因為啲人食咗雪糕，啲鯊魚去咬佢哋呢？唔係，呢度冇因果嘅。個原因係因為多人食雪糕嘅時候，通常係熱嘅時候，而熱嘅時候啲人先會落海游水，先會有機會俾鯊魚咬噶嘛。所以唔係雪糕導致鯊魚，而係咁啱兩樣嘢同一個時候發生。呢個就係 correlation 同埋 causation 嘅分別。另外，統計學教你點樣好科學化咁樣做 hypothesis testing 假說檢定，即係你點知 A 係導致 B 嘅呢？同埋個差異性夠唔夠高，我哋達到一個結論，呢兩樣有關係。喺統計學裏面仲會學到機率論，呢個又喺日常生活同埋投資上成日會用到。其中一個我最中意嘅例子呢，就係而家俾3個盒你揀
你見唔到裡面有咩嘅，但係其中一個裡面就有獎金。咁你會揀邊個盒呢？ A、B 定係 C？ 你揀完之後，我就喺其餘嗰兩個盒拎走一個，即係你揀咗 A 嘅話，我就拎走 C 嗰個盒，因為獎金唔喺嗰度。跟住就問你想唔想改變你嘅選擇，由 A 去 B。喺呢個情況，你覺得你應唔應該改變你嘅選擇呢？改嘅話會唔會幫到你？你可以將你嘅睇法落喺 comment 度。跟住就係金融學，你見到我有零舍多課程喺呢個範疇嘅，例如 Corporate Finance、Financial Derivatives、Investment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我有至少5-6個課程喺金融，因為呢個係我讀嗰科。而喺金融裏面最重要概念呢，就包括時間嘅價值，即係因為有利息，所以將來嘅100蚊冇而家嘅100蚊咁值錢。呢個係金融學嘅基礎，所以做長線投資先至越早做越好，就係因為你想個回報複式咁樣增長落去，亦都係我覺得一個最好嘅投資建議，就係越早開始投資越好。但係投資落咩呢？係咪應該買樓或者好安全咁樣擠喺銀行？關於呢點可以睇翻右上角呢條片。跟住喺金融最後投資組合理論，即係點樣做成一個最有效嘅投資組合呢？呢度就靠分散投資，我嚟減低個別性公司嘅風險，所以剩翻嘅呢，就係市場風險。而如果覺得剩翻嘅市場風險仲係太高嘅話，就將個投資組合溝債券，我嚟減低個波幅。然後再深啲就去到點樣判斷股票嘅價值？你點知一隻股票平定係貴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用佢嘅自由現金流。或者簡單啲講，估計佢將來會賺嘅錢，然後折讓翻去現價，我嚟計佢嘅現值。另一個幾有用嘅課程就係行為金融學，因為真正嘅市場參與者，好似你同我咁，我哋唔係機械人，我哋唔係完全理性。咁我哋嘅心理會點影響到市場嘅運作，同埋導致價錢變得唔尋常。了解呢啲心態對交易好有用。以上就係一啲 quantitative 嘅科目，跟住 qualitative 啲嘅呢，就有 marketing。喺一盤生意，你個產品幾好都好，如果你唔識 market 嘅話，都唔會成功。調轉你整嚿垃圾出嚟，如果 market 得好嘅話，都會賺到錢。咁最好就當然兩樣都有啦。咁喺 marketing 其中一樣最重要嘅呢，就係學識點樣確認同埋 target 你嘅目標客人，同埋明白自己個產品同市面上嘅有咩唔同，你嘅強點喺邊，點解人哋要俾錢買你嘅嘢。咁喺 Wharton 讀 marketing 係其中一個最好嘅課程。因為比起第啲 course，尤其是金融嗰啲 marketing 嘅課程多好多女仔，同埋第二嗰時我唔夠錢用呢，我就會報名做嗰啲測試嘅參與者，即係啲教授想研究消費者嘅心理嗰時，我就做隻白老鼠。咁通常答啲問題，玩啲佢哋做出嚟嘅遊戲，或者試佢哋嘅產品，就會收到少少錢做補償，夠我捱幾日。讀得 business school，佢梗係要為你準備做老闆。咁除咗啲硬嘅知識，例如點樣計數、點樣睇財務表、點計估值，我哋仲要學點樣管理同埋鼓勵員工。因為當你有盤生意嗰時，好多嘢已經唔係自己做，咁點樣令到你請翻嚟嘅人好肯為你盤生意付出呢？淨係錢唔夠嘅，我哋要了解每個人嘅 priorities。對一啲員工嚟講，呢個可能係錢；對另一啲，佢哋可能追求工作嘅挑戰性、喺行業嘅認可，或者純粹想要一個好啲嘅 work-life balance。跟住唔同性格嘅人。例如我係 INTJ， 講嘢會比較直，咁同第二啲性格嘅人溝通嗰時，例如一個 EF 嘅人就有機會發生摩擦。咁點先做到好啲嘅溝通呢？呢啲我哋又要學。最後就係策略。當你去到一間公司嘅高層，你負責嘅呢就唔再係落手落腳揼石，而係做 high level 策略性嘅決定，即係公司嘅方向同埋 strategy。咁喺呢個課程，我哋就學用唔同嘅 framework，例如 Porter 5 Forces 或者 SWOT analysis， 我嚟分析間公司嘅地位、市場嘅競爭、自己嘅優勢同埋弱點、對供應商同埋客人嘅 bargaining power。咁分析完呢啲嘢之後，就做策略性嘅決定，我嚟令到盤生意 keep 住有競爭優勢。所以你見到 Wharton 嘅課程好全面，基本上教晒你如果想做生意或者入金融行業嘅話，你需要知道嘅嘢。仲要啲老師係全世界最出名嘅教授。例如其中一個我嘅 finance professor 就係 Jeremy Spiegel。 係咪因為呢個課程同埋啲教授所以學費咁貴呢？而家喺 UPenn 讀 undergrad 每年要66,000蚊美金，即係大概50萬港幣。一個4年嘅 degree 就要2球。佢教嗰啲材料係咪值呢個價錢？個答案係絕對唔係。大部分 MBA 同埋 undergrad 讀 business 學嘅嘢，如果你俾啲心機嘅話，自己都可以免費學到。咁點解要俾200萬去 UPenn 讀書呢？就係為咗呢張紙。呢個就係啲最高人工嘅工作嘅入門票，例如投資銀行、management consulting 同埋 tech。
有咗呢張飛入呢啲行業就容易好多。咁入咗之後，就算第一年你係 fresh grad， 投資銀行嘅人工都有120萬，即係你做2年已經夠冚翻個學費，所以淨係呢度已經值啦。同埋當你喺呢啲大學出嚟，你第一份工如果入投行做 investment banking 或者 management consulting 嘅話，你一開始做嘅嘢已經係啲高層面同嗰啲公司嘅管理層溝通嘅工作，即係你周圍都係啲能力好高嘅人，你嘅同事就係同你一樣競爭力好高嘅人，你嘅客就係啲成功嘅老闆 CEO 或者 CFO。咁變咗你喺佢哋身上吸收到佢哋嘅經驗，學到啲 high level strategic 嘅嘢，同埋同啲有高潛力或者已經成功咗嘅人扯上關係，咁就變咗一出嚟做嘢，你個起步點已經係快過同年齡嘅人噶啦。然後再加埋，因為你身邊嘅人都係好有潛力或者已經好成功，所以就變咗更加容易拉起你。所以值唔值嗰200萬學費呢？梗係值啦，仲要唔係我俾嘅。如果唔係讀名牌大學嘅話，係咪冇機會成功呢？呢個就絕對唔係。有份靚嘅 cert 其實最有效係幫你揾第一份工。入咗個工作市場之後，你揾第2份、第3份同埋以後嘅工作就靠自己啦。呢度靠你嘅 network， 你嘅老細同埋同事點樣話你，你喺個行業嘅 reputation。如果你係一個勤力、有能力同埋對人好嘅人，你揾工嘅機會會好過一個串柒柒名牌大學出嚟嘅僆仔。你要明白喺勞工市場，我哋就係個產品。當我哋啱啱畢業一出嚟做嘢嗰時，我哋就係靠張 cert 我嚟俾僱主知我哋嘅能力，因為人哋冇第二啲方法我嚟判斷啊嘛。但係出咗嚟做嘢之後，你邊度讀書已經冇咁重要，咁你咪用翻 marketing 同埋 strategy 嘅策略我嚟 sell 自己咯。你做得叻嘅嘢就 focus 喺嗰度 ，build 你個 brand name 出嚟，令到人哋想揾一個好掂嘅人就會諗起你。同埋記得產品可以改善，一開始你冇人哋咁靚嘅品牌或者 qualification， 但係如果跟住你不斷 upgrade 自己，不斷學新嘅嘢，無論係你行業最新嘅發展又好，喺行業以外一啲 general knowledge 你可以 apply 翻落去你嘅工作嘅又好，你識得越多嘢，你個人越有深度，你 as 一個產品就會變得越有價值。咁喺阿朱個 YouTube 頻道，我就俾唔到一張名牌大學嘅 cert 你。但係我分享到嘅呢，就係我嘅金融知識同埋喺投行做咗10幾年嘅經驗。想學金融唔一定要俾200萬，你 follow 呢個 channel 嘅話，免費都做到。所以未 subscribe 嘅話，就記住訂閱同埋撳埋個鐘。如果對長線投資有興趣，可以睇右上角依系列嘅影片。今日咁多啦，呢條片幫到你嘅話，請你撳埋 like 先走。下次再見。